心灵需要滋养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心灵反哺，一个有温度的地方，我是青年。人最为缺乏的就是转祸为福的智慧。生活的问题太多，日常的不幸层出不穷。如果我们过分纠结，那一定不会活得幸福，好命也会变成苦命。所有的命运都需要时光的磨砺，想要通过时光的磨砺，那我们就需要承受一定的苦难。人在苦中修行，在苦中顿悟，同时也在苦中成就非凡的自己。其实这些苦都是老天对你的考验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老天要想让你倒霉，那他就会赐予你薄的福报，让你逐渐变得骄横起来。如果你接受了，那你就真的要因小失大，从而变得倒霉了。反之，老天要想让你有福气，那他就会赐予你一些祸患，让你逐渐在逆境中经受磨难。如果你能够自救，能够浴火重生，那你的好运将不期而至。人别为了失意而担忧，这是你走上坡路前的必然经历。有很多祸事不是因为它原本就坏，而是我们不懂得转坏为好。有很多幸事不是因为它原本就好，而是我们懂得去祸留福。失意与失败总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的人选择面对，有的人选择逃避。虽然一时的失意可能会让你堕落一阵子，但你不能永远沉沦。这一阵子是你一个缓和的过程，是你重新树立信心的一个过程。人一定要从失意的迷雾中走出来，因为一时的失意并不是终身失败。不管过去的一切多么痛苦，多么顽固，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，不要让恐惧和遗憾消耗你的精力，还要勇敢地抵制使你失败的恶习，走出阴影，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。有一个成语叫委曲求全，这个成语到底好不好呢？有没有借鉴的价值呢？其实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成语，觉得它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好结果。对于委曲求全，古人曾这样说过：曲则全，枉则直。大致意思是，你只有懂得委屈才能保全自己，你只有懂得弯曲才能伸直。这世上委屈之人其实有很多，不是今天背黑锅，就是明天被人针对，简直不幸到了极致。但是你不委屈，那你又如何能够明白世间的真相呢？待在温室中的花朵永远不明白外部环境的残酷，这才是真正的祸患所在。所以说，别觉得吃苦就是委屈，也许你的委屈就是你人生的宝贵财富。人很难做到顺心如意，事与愿违才是常态。世界之所以精彩，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遭遇都各不相同，由此构建成一个复杂的人类社会。人之所以会事与愿违，就是因为我们不适合走这条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走另一条路，就由坏事变成好事了吗？好与坏，我们不要在当下做出结论，而应该过几年甚至10年再给出自己的答案。因为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的看法又不同了。不要把事与愿违的不幸放在心上，它最终会给你带来真正属于你的善果。楚汉时期，韩信让大军在河边安营扎寨，最后以背水一战的勇气打败了敌人。背水一战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对于所有人来说，退无可退的背水一战就是好事，因为你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。就像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，袁绍的兵力远强于曹操，而曹操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最终火烧乌巢，反败为胜。不要觉得置之死地不好，也许死地很快就会出现活路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只要悟透危机2字就可以了。一切既有危险也有机会，两者是并存的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不仅会激发人的潜能，更会改变人的理念。绝地反击时的力量一定非比寻常，人们会拼尽全力，想尽办法，迸发出来的潜能是平时不可比拟的。深陷过绝境的人，心理的承受能力一定会异于常人。生活对谁都不可能永远慈眉善目，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。当我们身处逆境时，正是生活用它残酷的一面在激励我们成长。哪怕是一棵树，也是栉风沐雨之后才会枝繁叶茂，更何况人呢？所有那些带给我们伤痛的事情，都会让我们在历经一番锤炼后收获成长的价值。生活再残酷也会有出路，最怕的是遇到点挫折就束手就擒，反而错过了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当你遇到不顺时，不妨当它是命运最好的安排，咬紧牙关冲破眼前的障碍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所有的历练都会为你书写一个更好的明天。好了，
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